5 E2心机磨合与初次调试。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初次组装完 E2 之后，需要做的磨合和调试的工作。需要用到 E2 本体、原厂送的带空挂的文具盒、软弹数颗和几个小工具。这个小工具是用来恢复出厂配置的。这2个小工具各有8个面，每个面上都有一个带弧形边的柱子。这个数字对应着这个小柱子高度， 10.5 对应着这个柱子，它的高度是 10.5 毫米。它可以帮助我们测量这个垫片的位置。我们来测量一下现在的距离。我们用这个 7.5 毫米的放进去，发现它前后已经没有框亮，就说明这个距离是 7.5 毫米。用这个工具可以以 0.5 毫米为最小单位来调节这个成色片的前后位置。这2个小工具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上边数值对应的长度不同，大家请酌情使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初次组装好之后如何磨合 E2。首先要准备好电池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电池要充满，要充满到 12.6 伏，充满了之后再来调节，这样调完是最稳定的。把充满的电池插到 E2 上，把释放钩按钮按下去，就可以打开后盖。注意这个插头，一面是平的，一面是弧形的。插座也是一样，一面是平的，一面是弧形的。要把这个插头和插座插对了。插好之后，把电池屁股朝向这边，屁股先进，然后再把电池放进去。在合盖子的时候要注意把线理好，如果线露在外边的话，盖子就盖不上。然后再观察这个档位旋钮，这个旋钮上面有个小指针，指针朝上只是关闭档位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全档位。指针往前指是连发档位，指针向后指是单发档位。在安全档位的时候，长按扳机可以开机。当这个绿色的指示灯常亮的时候，就说明已经开机了。在初次组装好 E2 之后，会强制进入磨合状态。这个状态会让我们用步进的方式，把动作分解成一步一步的方式去磨合 E2。虽然在出厂之前，我们已经帮大家把 E2 的齿轮部分做了磨合，但其他零件还需要我们自己磨合，才能达到较为稳定的状态。所以要有一个100弹的强制磨合阶段。在磨合的过程中，一定要用软弹，不能空放，因为空放会损伤玩具。整个磨合过程中不能关机，也不可以拔电池，当我们开机之后，把档位拨到单发档，插入文具盒，然后扣动一次扳机。这个时候派头会预压，同时可以进行调试工作。从这个观察窗去观察齿轮和齿条的位置，最主要的是半圈齿轮最后一个齿的位置。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齿。在预压的时候，这最后一个齿的中线最好是垂直的状态，或是略微偏向前面一点。我们再扣一次扳机，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拍头是向后略微移动了一点点。实际上，我们想要的状态是刚才扣下扳机时，拍头是释放掉往前拍的，但它没有释放掉，所以需要进行调节。需要调节后边的这个成色垫片，把这个成色垫片向后调 0.5 毫米。我们刚才通过测量，发现这个成色垫片距离后面 7.5 毫米。那要把这个片往后再挪动 0.5 毫米的话，就需要用这个7毫米的柱子。把7毫米的工具放上去，可以砍刀确实是有一点空间。这时候把这2颗螺丝
略微拧松2到3圈，橙色垫片就可以动了。把这个垫片向后推，推到这个垫片正好挤压到这个工具上，然后一边用手推着这个垫片，一边把螺丝略微拧紧。这里不需拧得特别大力，在调试的过程中都不需要拧得特别紧。再把这个垫片向后移动0.5毫米之后，就来测试一下，再扣一次扳机回到初始状态。从这个初始状态开始，到它循环到下一个初始状态为止，是一个循环。我们每一个循环调节一次橙色垫片的位置，举例来说，就是在这个初始状态，扣一下扳机，拍头到达了预压状态，再扣一下。这个状态本来应该可以释放拍头，但拍头没有被释放掉，说明刚才的调节还不到位。那就继续把它向后调节0.5毫米，就来到了6.5毫米。把这个6.5毫米的放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有缝隙。把螺丝松开2到3圈，不需要松太多，只要是这个橙色垫片能移动即可。把这个橙色垫片顶到工具上，再把螺丝略微拧紧，然后再来一个循环，扣一下扳机，现在可以把拍头释放掉了。再重新开始一个循环，再扣一下，现在是刚刚好能把拍头释放掉。这时候需要继续去观察，还是观察这个半圈齿轮的最后一个齿。现在标准发生了变化，标准变成在垂直从观察窗里往里看时，要看不到这个半圈齿轮的最后一个齿，但从倾斜的角度往里看的时候，能看到最后这个齿为标准。然后就是要重复刚才的流程，一直重复到垂直往里看，看不到最后一个齿，但倾斜一点就能看到最后一个齿，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。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往后调，现在是6.5毫米，我们调到6毫米。再来一个循环，齿轮现在比之前稍微往下了一点，但是还是能看到它的大部分，所以要继续往后调。刚刚是调到了6，现在调到5.5。再来一个循环，我们又看到现在的最后一个齿露出来的部分更小了一点，但离标准还差一些，继续向后调。刚刚是5.5，现在来到5。再完成一个循环，再来观察。现在垂直看的时候，还能看到一点点齿间，需要再向后调0.5毫米。刚刚是5，现在来到4.5毫米。再来完成一个循环。这时垂直来看就看不到齿轮了，但是因为灯光比较暗，事实上我们倾斜看是可以看到齿轮的，只是拍不清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调试的流程，这样可以基本上满足我们的游戏需求了。但在前1千发之内，磨合产生的零件变化会比较明显，会导致齿轮的启停位置差异很大，所以需要经常观察和微调这2个垫片的位置。1000次之后就会达到稳定状态，除非变更配置，否则几乎不需要调节。接下来我们把磨合的流程走完，扣一下扳机，拍头到预压状态，再扣一下扳机，拍头会释放掉。这是一个循环，再扣一下扳机，又到预压状态，再扣一下扳机，又释放掉拍头，又完成一个循环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这次扣动扳机没有反应了？是因为文具盒已经打空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填充文具盒，再继续进行磨合，直到完成100次。我们刚刚又装满了一个文具盒，继续再打1盒。插好文具盒后，
就可以继续重复刚才的磨合动作。打完这盒，再来一盒。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们快进了一下。现在就来到了最后一盒。100次其实也很快。我们来看一下磨合完毕之后，1、2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。我们继续磨合。大家注意到没？刚刚只是灯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它灭掉了，说明1、2自动关机了。这时再扣扳机，短扣扳机或者长扣扳机，这个指示灯只会微弱的闪一下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操作。这个现象说明1、2这个100次的磨合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再正常开机。把档位拨到安全档，长按扳机。在安全档的时候扣扳机，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。拨到单发的时候，扣扳机第一下是预压的状态，这时已经上了1颗弹，然后再扣一下扳机。当扣下扳机并保持的时候，活塞是释放掉的状态，然后松开扳机的时候，拍头就到了预压的位置。再扣下扳机，拍头又释放掉，松开扳机，拍头又预压。这个是1、2特定的一个单发双动作模式。这个模式便于观察和调节齿轮的位置。例如现在是一个预压的状态，就可以观察最后一个齿的位置，看它是垂直还是略微向前一点，来判断前边的这个透明垫片它是不是位置正确。现在这个位置就非常的理想。然后当扣下扳机同时保持不放的时候，可以观察最后一个齿是不是现在还是一样垂直看不到，但倾斜一点就可以看到的状态。如果最后一齿的状态发生了变化，就需要及时调节。后边的视频会讲到平时的维护调节如何去做。